新婚第2天，丈夫就当着妻子的面和妻子的妹妹寻欢作乐。他可是你的姐夫啊！从前是姐夫，以后便是丈夫了。气不过的她动手打了妹妹一巴掌，怎料却反遭丈夫的毒打。她不敢相信，这还是她当初认识的南恒吗？姑要做什么还不由你来管，滚！她本是户部尚书的嫡女宋一梦，从小就没了母亲，经常被继母刁难。当她在桥上看风景时，会被人直接推下水，还是大晋第一杀神南恒将她从水中救了起来。这时她便对南恒有了好感。当她第2次陷入危险，即将被大火烧死时，又是南恒及时出现，将她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。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，直接爱上了对方。她为了与南恒在一起，居然在自己大婚之日抛弃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楚归鸿。就算父亲与她恩断义绝，也没能改变她的想法。我们2个人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是有朝一日问题东宫，我必复活于公。他若成可落单，我定生死相随。宋一梦赌上了一切，终于嫁给了南恒。可对方只是将她当成棋子。她在宋家没有作用后，南恒转身就勾搭上她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两人经常约会行苟且之事。宋一定，他可是你的姐夫啊！从前是姐夫，以后便是丈夫了。宋一梦一怒之下，直接打了妹妹一巴掌，不料却惹怒了南恒，当下一巴掌打了回去，将他直接摔在了地上。南恒自始至终只在乎权力，就算他与妹妹同时怀孕，落到了敌人手中，甚至推到了城墙之上，用来威胁他的性命时，南恒也没有丝毫犹豫，竟然直接让弓箭手放箭，将他当场射成重伤。就算到了极限2选1时，南恒还是选择了宋一听，而他完全成了一个笑话。宋一梦为了南恒付出了一切，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在这种心灰意冷之下，宋一梦直接跳下了城墙。可即便他摔得粉身碎骨，南恒也没有为他伤心流泪，甚至在他死了之后，还没有放过他的尸体，将他直接做成了人质。宋小鱼握住手中刚接的剧本，十分痛苦。宋一梦这个角色这么颠，根本没法演。然而下一秒，一股神奇的力量就将他拉入了书中，成为了女主宋一梦。于是为了改变书中的结局，他这一次坚定地选择了楚归鸿。可由于剧本机制，本应该爱上南恒选择逃婚的他，却无法与楚归鸿完成成亲仪式，不是中途被叫梁砸死，就是被发簪勾住帘子扭断了脖子。但每次死后都会重启回到当初，这让宋一梦看到了希望。他一步步地规避这些风险，可好不容易到了将军府，他不是被门房的火盆烧死，就是被门上的牌匾砸死。当他以为总算能凭借上一次的经历躲过各种毒害时，最后依然被他想不到的方法而死。可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却没有成婚了。原来他经历10次意外的死亡，又穿越到成婚前半年，这也就意味着他还有半年的享受生活。为此他彻底适应了古代千金小姐的生活。为了庆祝自己新生，他准备提前为嫁给青梅竹马做准备。本想向侍女打听自己与青梅竹马发展到哪一步了，可侍女说出的全是关于南恒的英雄事迹，言语中丝毫没有关于青梅竹马的信息，看出又是剧本的强行推进主人公的发展。此刻的宋小鱼只觉得天塌了，为了保住性命，他只能想着远离南恒，杜绝他这个最大的威胁。可耐不住南恒那边的主动啊！为了拉拢宋小鱼父亲的势力，他准备借花宴主动接近宋小鱼。可看着这邀约，宋小鱼只觉得要避开，可无论他准备避开都避不开剧情主动推进。这不隔天，他便被迫带入了皇宫中。看这架势，就是拖着我去走剧情那种。不行不行，见了南恒，我不得死在这儿。为了不和南恒见面，宋小鱼准备利用反派改剧情。本想着故意找同样爱慕南恒的林美式打断剧情，可宋小鱼一番表演，林美式完全不接，反而最后依然误入水中，成就了他与南恒第一次英雄救美丽。而看着眼前的南恒，宋小鱼只有害怕。为了斩断这条感情线，宋小鱼也破罐子破摔了，直接揭穿他相救自己只是为了宋家的权势。本以为这番话能得罪南恒，彻底切断他与南恒的关系，结果下一秒就被剧本控制，转身拉起对方小手撒娇，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。同时男主也不受控制，跟对方强吻起来。所以面对男主送来了整个铺子的手指，他便吓得撒腿就跑，甚至因为男主的百般纠缠，连平时最爱吃的糖葫芦也戒掉了。为了自救，女主终于找到剧本漏洞，可就在她想打听断刀之法时，却被南恒当作戏做。没想到他射出去的箭，竟嗖的一声突然射回到自己身上。这一刻两人彻底懵了，就连一旁的 NPC 也直接惊呆。毕竟剧本不会让女主死，所以南恒想杀她时，左右手根本不听使唤。所以男主确定女主是用了邪术，若今日不除掉必有大患。然而不信邪的他，即便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，还被反噬的遍体鳞伤。这时他才猛然发现，只要女主一遇到危险，他就必须英雄救美，并且就算想毒害对方，自己的手也不突然不受控制，强行转弯直接喂到自己嘴里。最终无奈他只能保住自己，结果又一次使出洪荒之力冲出去救他。别上了，摩托了吧你们！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男主终于开启了新剧本，利用江湖组织残江月来除掉他。怎料女主来残江月寻找断刀之法时，突然被一黑衣大侠所救。没想到这身姿这背影，顿时把宋一梦迷得不要不要的。一心想活命的咸鱼女主宋一梦铁了心要跟盟友侠客黎16联手刺杀男主南恒，却不知道眼前这位贴心战友就是他要杀的正主本人。看着宋一梦无限制的贬低南恒时，本就是黎16的南恒无言以对。狼子野心，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，陷害忠良，还残害女子。
不在这个恶女眼中就是如此不可。想到这一切，南恒对于宋一梦的印象越来越不好。可宋一梦对黎十六的兴趣却很大，只因他从侍女口中知道，黎十六是京城女子中最想嫁之人，与楚归鸿的欢迎程度不分上下。为了让宋一梦更好地了解黎十六，侍女也奉上了关于黎十六的人物小传。得知黎十六在残江月收留的人都是南恒所害时，那一瞬间宋一梦只觉得自己有救了。他打算与黎十六合作刺杀南恒，殊不知此刻的南恒同样也有此想法。他想着借用黎十六的身份拿到宋一梦的芳心，趁此让楚归鸿与宋一梦的感情生出嫌疑。这不为了更快追求到宋一梦，上官竟然帮黎十六写起了情书。只是这对于现代人的宋一梦来说，完全就是土味情话，反而是南恒真诚的邀约让宋一梦心动。这不隔天便提着礼物来残江月找黎十六，只是他并没有见到黎十六的人，只因现在的南恒就被南瑞强行留下了。原来楚归鸿想假扮黎十六，试探黎十六是不是南恒的人，以此确定残江月的势力是不是南恒的。只是南恒的演技实在不行，在南恒面前被血脉压制下的他，不仅说话结巴，偶尔身体还会发抖。所以当楚归鸿假装黎十六来试探时，本来南瑞应该揭开他的面具，看南恒会不会阻止，只因南恒阻止，便代表着黎十六与他有关。我可是过去了，你可千万别拦，是吧？不然我马上就能摘下他的面具了啊！慢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太慢了，走快点。见南恒没有任何想法，楚归鸿只能趁机离开。而逃跑的楚归鸿也意外遇到宋一梦，还被他当成了真正的黎十六。看着宋一梦对黎十六的亲近，那一瞬间楚归鸿以为宋一梦与黎十六有私情。宋姑娘，大侠，你声音怎么了？感冒了？当真的黎十六突然出现时，女主顿时傻眼，还以为自己产生错觉，但还是坐下来跟他谈正事，希望他能加入自己和楚归鸿的阵营，在上元灯会那一天一起对付南恒。原来那天南恒准备一把火烧了灯会，只为毁了楚归鸿的差事，不让他继续升官助长18殿下的势力。南恒无比震惊，自己的计划还没实施，就被对方得知。面对女主一边空口白牙污蔑他残害百姓，另一边则维护楚归鸿的国家大义，更是搬出当年其皇姑母与父母双亡都是被南恒所害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南恒才是那个被污蔑遭受委屈最大之人。皇后之后，不但没有反省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如今却被粉饰为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。本来是楚归鸿犯的错，却说成他残害旧友，南恒彻底怒了。所以在你心里同样是良民，南恒就是害人，楚归鸿就是救人。同样是习武，南恒就是自私自利，楚归鸿就是为了家国大义。就在南恒愤然离开时，却突然惊动了柜子里的楚。接着二人一番打斗，一时间出现2个黎十六，众人顿时分辨不出。虽然楚很厉害，但仍不是黎十六对手，被当场卸了马甲。就在他卷土重来时，宋一梦突然上前阻止，毕竟他还希望3人合作一起对付南恒，但楚还是怀疑黎十六就是南恒的人，于是要见他。对方见状只能赶紧卸妆换衣，接着见完楚又要着急忙慌见女主。原来女主为了感谢上次的救命之恩，特意送来亲手制作的兔子面具。可以想到他一心只帮楚归鸿，就把面具给扔了。外加朝堂上，皇帝果然将灯会的任务交给了楚，一旦有人反对，便雷霆大怒，将对方打50大板。此时的楚一脸得意，并把炸矿场的事也扣到了对方头上，所以女主急忙找南恒一起合作。本来南恒还对害他之人严刑拷打，结果得知女主要来，他立马画风突变，急忙命令大家撤掉所有，清理现场，瞬间变成带领兄弟一起陶冶情操的场景。殊不知他此次来就是要他帮自己杀南恒。南恒自然匪夷所思，肯定不愿帮忙，结果他却翻脸不认人，只要不帮自己就举报他买卖人口的证据。你这人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呢？